哇，好久没有开箱文了，对，2个礼拜，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兴奋。2个礼拜，我上个礼拜有拍1支、2支，想说你快回来了，赶快拍2支还好我交代一前面下。库存还很多哦。那这个动作是一定要继续下去的，对哦，因为非常多的朋友认识我们都是透过影片才发现的，对不对？有一些新朋友来都是因为影片的关系，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好，那当然这一次我刚从西班牙回来，那我这些年我都一直努力跑欧洲，为什么？我要先从欧洲开始了解，因为我发现原来香水几乎都是从欧洲来的，对，那所以一定要了解当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然后把香水还可以，除了这个在自己的国度内欣赏之外，居然还可以行销给全世界，相当厉害，好不好？那我们带故事慢慢说来了。今天带给大家哪一支？这支潘海利根的新香，它是今年5月份出的太阳女神。哦，太阳女神，听起来就很厉害。对，听说是跟那个 Luna 是姐妹座这样子，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对，一个比较优雅，然后一个是比较热情。哦，这个太阳应该是属于比较热情的。OK，好，热情就是让我想到地中海南区的这边，例如说南欧这边，从希腊啦，到土耳其啦，到这个意大利啦，然后到伊比利半岛、西班牙、葡萄牙这一块，就是属于地中海南端的这一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个性、民族个性就比较热情。对，也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嘛。是，气候会影响一个人嘛。对。哦，那像北美的人，像北美就比较冷酷一点，然后你就比较感受不到他们热情。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太阳女神，对啊，是不是？没有闻过哎，没闻过，闻看是不是一闻起来就热热的这样子？试试看。那这一支全新的哦。对啊。那我们这一次也进了30ml，以前都是100吧，对不对？对，大家先从30ml的好开始。的那个包装质感也不错。哇。太阳在用这种比较金黄色的，对，金黄色去做配色，古铜色的，好，来，太阳女神，赶快来试试看。好，这边，好，行，这只是淡香精。哦，淡香精。花香。对，花香。带一点不是很亮的橘皮。因为柑橘容易让人家觉得它很亮嘛，一开始很亮，可是这个不会，这是花香大过于柑橘，反而是这个橘皮衬底在后面哦。我觉得它的那个花跟这个花蜜的那个味道，是因为它带一点蜜感，我觉得它的那个带一点微微的那种蜜甜的那种甜感。对，有。那我一开始这个视觉，因为加上它这个古铜色颜色，让我感觉很像是在这个碉堡上面。你知道，在这个中古世纪的碉堡，多半他们是建在海边嘛，而且是制高点上面，山壁上，那个海边的山上。那我这次去西班牙，一个叫月之堡，听说是这个那个什么《Game of Thrones》是哪一个？冰火之歌。对，冰火之歌，它取景的地点就在这边。那它这个碉堡的颜色就有点像这个古铜色，这种，那比较埃及色的感觉嘛。对，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我觉得非常，现在这味道让我想到了就是城墙上的花园。城墙上的一朵白花。好，那在这个制高点上，看着一片的峡湾这样子，哇，那你可以闻得出来淡淡的花香，然后可是它的柑橘的颜色就很像这个碉堡，坚实的碉堡这样子，我已经有画面出来了，还好我有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哦。我觉得它的柑橘加花香的那个味道还蛮
浓郁的。它刚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会联想到香奈儿的那个加伯利。哦。对，也是类似这种感觉的，就是它的味道，花香一开始闻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它是哪一种味，就是哪一种花香去形成的，但是它给你就是一个蛮带一点甜香、甜感浓郁、馥郁的那种花香，然后带一点前面的柑橘香，对。那我会觉得它的味道会让我比较像是那种，就是你刚刚讲说那种古城的宫殿，对，它就整片都是这种颜色的那种宫殿之下，还有那种阳光折射在它上面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柑橘跟花香的走法，其实跟我们一般常见的走法不太一样。对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般因为柑橘分子轻嘛，所以多半柑橘会走在前面，后面才开始出现花香调。对，但这个不一样，这个一开始就是花香就很明确了。对，那柑橘做衬底。有。这个它这边的柑橘是柠檬跟黑醋栗果香、黑醋叶果香，这几个成分。好。那我要问一下，这个林心丽，这个画面你觉得就是像在碉堡上，城墙上的花嘛，对不对？对，我觉得它闻起来很有一种就是穿越时空的历史感。对，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我们现代的花的那种香气感觉又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有融入一些就是古堡，就是城墙那种感觉在里面。可能是因为它又加了，它前面有柑橘，然后有黑醋栗，但它的味道你不会觉得说不是只有柑橘香的那种那么清爽而已。对，它其实是以花香为大宗，是主要是强调这一块。对，但是它又带一些黑醋栗的那种。微微酸感加一点果感，然后但是又带一些蜜感在里面。我觉得它这整个味道是一个很有带浓郁的花香，所以他说它是那种太阳女神。我觉得的确它跟月亮的感觉差非常大。对，月亮是感觉比较干净，然后明亮的那种感觉，但太阳神它这一支。不是只有那种，就是好像太阳的那种热而已，它又带了一些那种好像从以前到现在的那种城区的那种历史感在里面。对，穿越时空的那个阿罕布拉宫。那我讲一下，我延续你刚刚讲的，为什么这一支太阳女神我自己蛮喜欢的，它就很像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城墙。因为经过历史感，它受尽了风霜日照，不断的这个很多的淬炼，那它就像太阳一样，自己经历了过很多的风霜，所以才有办法给人家温暖的感觉那就很像这个城堡一样，对不对？城堡树立从中古世纪树立到现在，已经大概1000年以上了，但是它依然。Still standing there，依然的站在那边，就是保护了这一座这个城市，就很像太阳，温暖大家的心一样，保护人。那这一只太阳，它没有给你那种活力，哇，非常热情，没有，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反而是一种温暖的，很像我近期闻到了有一个对比很强的香水，假如说。它那一支叫做西决夫的风暴暴风雨啦，对不对？暴风雨就是那种哇，这个暴风雨来了，整个天都阴了，然后在这个黑暗当中，那这一支我们常常都听过风跟太阳的故事嘛，对不对？到底什么能力可以让人家把这个衣服脱掉？风说我用强力吹的就可以把它吹掉，太阳说没有，我给人家温暖的。拥抱，它就会自然把衣服退下。这一支的确有这种感觉。对，那也很呼应我刚刚讲的这个城墙给人家保护的这种意味在。对，这支味道跟我想象的其实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一开始想到说太阳女神，因为她特别强调她是女神，因为以前的印象太阳神都是男生比较偏阳刚一点的感觉，那这一支。知道他为什么要加一个女神进来，因为它的味道的确是比较偏带花香的那种
女生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比较偏向，如果是爸爸跟妈妈来讲，他是比较偏向妈妈的那种，就是温暖的感觉，这种香味。那你的妈妈是温暖的吗？是啊，是啊。好，还好你说是。对啊，当然是啊。OK， 好，那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妈不是，应该也是吧，只是看温暖的方法不一样。好，对，OK， 好，那这个这一支，你会建议大家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穿着嘞，还有季节，说一下吧。这一支哦，这一支现在天气也蛮适合的，就是带一点凉感的天气。对，因为它，它不是属于很清爽的那种花香。我觉得啦，它比较稍微带馥郁一点点的感觉。然后，因为它的中调花香，它是大溪地栀子花跟依兰依兰，还有这个茉莉。是。那通常依兰依兰跟茉莉这样子的花型，会让你的确会比较偏女生一点，然后也带一些依兰带一些那种性感女生的那种感觉在里面。那我觉得它蛮适合秋冬晚上都非常的适合，都很好闻。那我觉得这一支女生特别适合。对啊。那男生可能要稍微看人。我觉得男生像我喜欢花香调，我觉得这支很可以。也可以，你也可以。好，那如果你会懂得欣赏这一支，我觉得需要一些人生的经历历练，大概35以上，我觉得这一支你会更喜欢，你会驾驭得更好。那男生也可以，那女生用更好。好，如果你今天要展现你的个性，本来就是一个温暖的包袱，温暖的怀抱，给人家感觉安全感的，我觉得这一支就是一支很棒的代表啦。那季节啊，我觉得秋靠近冬的时候蛮合适的。对。那夏天它可能会，因为它可能有带一点蜂蜜嘛，是不是？我觉得它有点蜂蜜的味道。对，但它其实香调里面是没写，但我觉得好像有，但它后调是有香草跟檀木啦。对，可能是它的那个香草的比例还蛮高，就是它那个香甜感我觉得还蛮多的。对。好，那这个提供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目前讨论的前调。对。好，那回头再来跟大家分享，看它后调怎么变化。好，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喜欢这一支，很赞，很有画面。回头见，拜拜。拜拜。太阳女神后调来啦。对。哇，现在这一颗太阳照到哪里了？我觉得它的那个，它不是那种很热的那一种，它不是艳阳高照，对，不是艳阳那种感觉的，它带比较像清晨跟傍晚的那种，带一点凉，它没有到很热的那一种太阳的感觉。我觉得这一个在我身上反而比较像是6点左右的太阳，它就是剩下余晖。对，它没有那么很炙热的感觉，但是可能它还是会有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但没有到热。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后调让我感受到，就是剩下太阳的余晖，然后映照在云层跟天空之间，那这个画面留下就是一声赞叹，就是哇，很美的画面啊。我觉得它的后调多了一些香草跟它的那种里面檀香木的那一种柔顺感，是比较没有那么，比如前面它花香多，就是比较冲击比较大一点，那它后调现在就再更柔和一些些。那我倒觉得现在的后调，它感觉是蜂蜜，然后加一些甜感，可能就是香草带出来的甜感。那再加上一些比较饱满柔和的，应该说是琥珀吗？琥珀有在里面吗？
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那种些圆润感有在里面嗯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只太阳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此时此刻，它都是温柔、温暖、温和的。三个温，连我讲话都有点像情谊的感觉。对，就是个性还是很稳定、很平和的。对，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是。好，那这一只后调，你还会觉得，一天当中，白天就开始用吗？后调反而，因为它前面那种花香感就比较算是还蛮浓烈的。对，倒过来。这个吗？瓶子。这个瓶子什么意思？瓶子是向着前方的，对。是。我以为是反过来了，我眼花了。对。对呀，我觉得它后面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实穿的，就是，应该是它带给我感觉比较多是那种很像，会带给你温暖的那种怀抱的那种感觉，包覆感，对，包覆感蛮，然后。因为它又带点甜，我觉得它带一些疗愈的感觉在里面，就有点像偏美食调的那种感觉，微微的啦。但它不会让你马上联想到甜点类的美食，但是它的那个带一点甜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就是温暖啊、疗愈的那种，温暖的、微笑的，就是拍拍，人家说拍拍的这个一个很温暖的人，可以找他讨拍一下，对，讨拍。在你需要这个受伤、需要一些疗愈、抚慰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很像是一个很宽大的怀抱，可以拥抱你，然后给你拍一拍这样子。它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香水。对，没错。哇，那现在其实尾调我慢慢的闻到它一些檀木的味道，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很明显。对，需要你可能仔细品尝一下。非常喜欢这一支温暖的力量。好，那如果这一支总体来说，你觉得它的持香怎么样？我觉得它持香应该蛮好的。因为它现在我在想，它会不会其实还没有完全到后调？是。对，然后整体我觉得它应该有4点多。4点多。5颗星嘛，哈。就是1到10分。太久没拍了。10。那应该有9了。9，我觉得对。那扩散性？以滩海的来讲，扩散性。扩散性还好，扩散性可能我给8.5。8.5。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比较需要贴近闻。对。会比较明显，它的扩散力分子没有跑很快。好，那这一支的总体分数，你0到10给它几分？总体分数我给它9分。9分，给9分的原因？9分，一来是我可能对花香的会比较没有那么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比较特别一点是。当我想要找这类型的香水用在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什么样类型，比如说会带给你一种温暖怀抱，然后一种疗愈感的花香，带花香的这种疗愈感的感觉的时候，我会想要用这一支。OK。对。好，这一支的持香，我觉得现在即便我们拍隔了一段时间，但都还没有真正走到后调。我会给它持香，我觉得算是好的，大概9.2。那扩散性就因为它是比较温暖的嘛，你就可以想象它的扩散就不是那种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会给它7.5到8.5之间。那总分来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我会整整给它10分。10分，它就是一个温暖的花香，因为我本身是花香挂。对。那花香又呈现的又不张扬，然后又不会太锐利，又不尖锐。那却是一个适合的温度，温暖的温度。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坐在这里。对。那大概30秒交给我就好了。OK。那这一支我会给它10分。那。太阳女神，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跟你今天做这样的介绍，让你对这一支前中后调有更进一步的感受。
好不好？对，我觉得这支喜欢花香的应该会会，它还蛮特别的。是，那当然你还是得试在身上，你才会知道它真正的美好。好不好？那非常谢谢你的收看哦，那我们下一次见啦。OK，拜拜。拜拜。